哎，讲到那种少年得志啊，或是说白手起家的富豪，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大概就是像电影演的那样吧，西装笔挺，然后感觉好像在运筹帷幄。或是像马斯克那种，就是才华洋溢但又有点玩世不恭的感觉。对对对，不管哪一种，他们的人生故事通常都超有戏的，而且里面常常藏着一些我们可以学的东西，或至少是警惕啦。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就是一个来自日本那个争议性满点的人物宇泽义。你可能听过他的绰号秒速赚1亿的男人，对吧？这个称号太响亮了。就是他，但他的人生可不止这个标签哦，他还曾经2度破产，整个经历比小说还要精彩。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从他这条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中，拆解出他对金钱、成功还有风险的独特看法。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对，它更像一面镜子，可以映照出我们自己对财富和人生的思考。好的，那要理解现在这个极度重视风险控管的他，我们真的得先回到他的起点。宇泽义是1982年出生的嘛，然后他爸妈因为工作都很忙，所以他其实从小是跟着经营旅馆的阿公阿嬷长大的。哦，所以他从小就在做生意的环境里长大，哎，没错，这个环境超关键的，他很久就学会了做生意的基本道理。但更重要的是，他从祖父身上继承了一种很深刻的危机感，就是那个生意一定有起有落的感觉。这种对收入可能会断掉的恐惧，听起来好像贯穿了他一辈子。完全是，但这种危机感在他少年时期却是用一种非常叛逆的形式表现出来。哦，对，他搬到城市后，因为不适应被欺负，为了反抗，就变成了不良少年。他13岁时就有14次被捕经验。对，高中时更加入了所谓的暴走族。哇，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即使在那些打架闹事的日子里，他那个商业头脑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他一边当暴走族，一边还在做生意卖衣服。真假的？真的。他高中只上了3天就决定退学，但在那之前，他就已经靠自己的生意赚到了700万日元的存款。有700万日元存款，那已经是很多上班族好几年的薪水了耶。那他人生的转捩点是什么？总不会一辈子当暴走族吧？当然不是，他18岁那年又被逮捕了，然后在拘留所里待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那里，他突然觉得暴走族这条路说到底没什么前途。于是他下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他要考大学。哇，这真的太夸张了！一个几乎没上过高中的暴走族说要考大学，而且目标还是日本的名校早稻田大学，这根本是漫画主角的设定吧？他怎么办到的？靠的就是一股近乎疯狂的专注力。他每天苦读19个小时，19个小时？对，19个小时，然后只花了短短9个月，就真的考上了早稻田大学。这就是他后来常常挂在嘴边的个人心法，所谓一点突破的惊人时间。这种极端的专注力，也成为他日后几次能够东山再起的关键武器。没错。说到东山再起，就得先聊聊他第一次是怎么摔下去的。考上名校之后，他那股不安分的商业基因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吧？完全正困。进了大学，他受到一本叫《创业很快乐》的书启发，立刻就成立了一家服饰公司，生意做得非常成功，月销售额一度高达1亿5千万日元。哇！但好景不长，2011年公司倒闭，他个人背上了4000万日元的债务。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破产。不过他好像没有消沉太久。对，很快，靠着前1年成立的另一家网络行销公司，他迅速的东山再起，而且这次的成功规模远远超过以往。就是这家公司让他声名大噪，被媒体封为秒速赚1亿的男人。接下来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宇泽一了，那个极致奢华、挥霍无度的他。哦，我知道这段。他当时的生活哲学就是赚多少花多少，对吧？对，他自己说，个人月收入有1亿日元，但也坚持每个月要花掉1亿日元，理由是要花钱才有赚钱的动力。这逻辑我实在是有点难懂哎。首先，他在东京最高级的地段6本木
租了5间高级公寓，光是月租金加起来就超过800万日元。5间，一个人要5个家干嘛？难道是今天想睡哪间就睡哪间吗？答案比你想的更夸张啊！哦，是为了安置他的5个女友。5个女友？对，而且这还不包括那些他觉得不算女友的女性。哇，这听起来不像在谈恋爱，比较像在管理资产呢。说到这里，我们手边的资料也提到，当时就很多人质疑他是不是在装有钱。没错，这问题问到重点了。他如此高调的炫富，到底是真心享受，还是一种行销策略？为了吸引那些想快速致富的人来上他的课？但是确实有非常多这样的批评，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人设，用极致的奢华来当做活广告，证明他的方法有效。不过，从他花钱的方式来看，你也很难说他不是真的在享受。怎么说？比如说，他有次突然想去长野县吃荞麦面，不是开车，也不是搭新干线哦，那是他花了30万日元包一台直升机过去。为了吃个面搞这么大阵仗，这真的太疯狂了。名车那些就更不用说了吧？那是基本配备了，劳斯莱斯、宾利、法拉利。光是买车就花了1亿多日元，而且他自己说，1年365天，他大概有360天都流连在夜总会。这种完全没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也为他后来的第2次破产埋下了最致命的伏笔。没错。好，故事急转直下，从云端跌落谷底。2014年，他的公司再次宣布破产，这次又是为了什么？这一次破产的原因可以说是相当奇，并不是因为投资失败或经营不善，而是因为他把赚来的钱真的全部花光了啊，1毛不剩，完全没有预留任何资金来缴纳高达3亿日元的税款。真的假的？连税金都没钱缴，这么基本的财务规划都没有做，这听起来实在太荒谬了，但也完全符合他当时赚多少花多少的价值观。结果就是公司资金链瞬间断裂，他只好变卖所有家产，包括那些可能还没开几次的法拉利和劳斯莱斯，全都拿去缴税。秒速赚1亿的男人，一瞬间就变成了秒速破产的男人。不过，他破产后的态度也蛮有意思的，他没有躲起来，反而还大方接受媒体采访，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没错，这一次的失败虽然让他失去了一切物质，但也帮他筛选出真正重要的人。据说，他一宣布破产，那5个住在豪宅里的女友就全部消失了。哇，这么现实。对啊，只有当时还不是正牌女友的赛车女郎香原麻美选择不离不弃，陪着他远赴新加坡重新开始。这位女性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妻子。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转变至关重要。没错。有了这么一个不离不弃的伴侣，他在新加坡和杜拜的重新开始，心态上应该完全不一样了吧？是的，故事进入第3幕，转型投资家在杜拜重生。在日本待不下去之后，他先是移居新加坡，后来又因为税务考量。税务考量？对，他后来解释，日本高达55%的重税，是他不想再回去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最终选择了免税天堂杜拜。在那里，他终于静下来反省自己了吗？没错，经历了几次创业失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他在访谈中坦诚，自己其实没有经营能力，非常不擅长管理组织，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哦，他认为自己更适合当一个单打独斗的 player。也就是玩家或操盘手。所以他这是承认自己不适合当老板，只适合当王牌打手的意思吗？这个自我认知还蛮清晰的。非常清晰。于是他决定成为一名全职投资者。即使当时完全没有任何投资经验，他又再次发挥了那股考上早稻田时的疯狂精神。又是那个一点突破的模式。对。他每天花16个小时学习、研究、分析过去30年的图表走势。1年之后，透过投资股票、公司债、虚拟货币、保险和基金，他的资产再度暴涨。他现在的资产状况如何？应该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乱花了吧？天差地远。根据我们手边的资料，他目前的净资产大约在80亿到100亿日元之间。哇哦！然后
他在杜拜、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5个国家拥有39到41处房产，而且全部都是现金付清，对吧？对，全部现金。这也太夸张了，他这是对银行或金融体系有多不信任呐？这就是他现在的核心思想，极端的风险分散。他光是债券和投资信托的配息，每年的被动收入就高达9000万日元。从一个挥霍无度的秒速男到一个精打细算的全球投资家，这中间的转变真的非常巨大。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这次最核心的部分了，来深入拆解他思想上的转变，这也是他整个故事中最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最核心的就是他金钱观的质变。过去的他口头禅是小钱可以丢掉，他甚至说过瞧不起小钱是地狱的开始这种话。现在看来相当讽刺，因为这句话最后就应验在他自己身上。没错，那现在呢？他认为花在高档车、名表上的钱全都是死钱，是纯粹的消耗品。资料显示，他在曼谷生活时，每个月的个人开销甚至可以控制在35000日元左右。哇，从月花1亿到月花35000。对，他彻彻底底地领悟到，守住财富远比赚钱本身更重要。基于这些血泪教训，他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成功要素，对吧？是的，他总结出3大要素。第一是承担风险的勇气。他认为学历和知识都不是最重要的，你敢不敢在关键时刻冒险，才是凡人跟富人的分水岭。第二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专注，也就是一点突破。他认为凡人要成功就不能3心2意，必须24小时只专注做好一件事。他用减肥来举例，这点我觉得很有趣。为了能在婚礼上呈现最佳状态，他在2个月内减掉了20公斤。而且在那段时间，他完全停止了所有投资交易，一心只专注在减肥这件事上。哇，把减肥当成一个专案来执行，这意志力真的很惊人。第3个要素是找对方法。他把这比喻成打保龄球时要瞄准那个最关键的1号球瓶。1号球瓶？对，只要打对那个点，就算你的球速再慢，也有很大几率可以全倒。他的策略是选定一个你觉得可能成功的方法，然后认真实行3周。3个礼拜？为什么是3周？他的理论是，如果一个方法真的有效，3周内你一定会看到一点点正向的回馈。如果3周后什么动静都没有，就果断放弃，换下一个方法，直到找到那个属于你的1号球为止。比喻很有趣耶，其实这不就是硅谷常说的快速迭代或 A/B 测试的精神吗？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用很短的时间来验证一个假设，失败了就立刻转换，而不是一条路走到黑。这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很难呢，因为我们常常会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对。除了这些心态上的原则，他也提出了一套非常具体的理财方法，叫做823致富心法。听起来很像什么武功秘籍耶。这823是什么意思？哈哈，确实有点像。这个823其实很简单。首先，8指的是欲望8分饱，不只是吃饭，欲望也是。他深刻反省自己过去被过度的欲望吞噬，那就像毒药，短期虽然快乐，但长期只会毁掉人生。那2和3呢？2是指存2年，也就是存下2年就算不工作也没问题的紧急预备金，这是防守，用来应对不可预测的未来。3则是指存3年，在紧急预备金之外，再存下3年份的可支配所得，当做你投资或创业的军费，这是供给用的资金。我懂了，所以那个存2年的紧急预备金，根本就是他第2次破产时的血泪教训嘛。如果他当时有这笔钱，就不会因为缴不出税款而一败涂地。这套心法背后，其实是他那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完全正确。他甚至说自己比任何人都胆小，疑心病重。他现在的人生哲学是攻击就是最强的防御。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矛盾耶。他的意思是，你要主动去设想所有最坏的情况，公司倒闭，自己生重病，甚至国家动荡，然后为每一种情况都准备好替代方案。这点从他的资产配置就能看出来。他买了巨额的保险，保费高达5.2亿日元，是为了确保万一自己出事，
家人也能拿到32亿日元的理赔，生活无虞。然后他在5个国家买了快39间房，也是基于一种极端的避险思维。他说，只要不发生全球性的大战，总不会39个住处同时被毁掉吧？这种极端的风险规避思维和他早期那种极端放纵的行为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可是他一下说要节俭度日，明天可能又在社群媒体上炫耀买了什么奢侈品，这种言论反复的问题也让他充满争议。这就带到他那个很有名的宪法改正理论了。对于外界批评他言行不一，他自己有一套解释。什么解释？他认为他在当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只是他的想法和信念会为了达到目标而快速转变。什么意思？这听起来有点像借口诶。他的说法是，这是一种用语言自我洗脑以达到目标的方式。当他需要专注于谷底翻身时，他就真心相信并宣称要质朴生活；当他觉得事业稳定，需要向外界展现成功形象时，他又会恢复奢华。哇，对他来说，这不是说谎，而是配合不同阶段目标所进行的策略调整。这种说法，你买不买单就见仁见智了。另外，我们手边的资料也提到，前阵子他因为接种了中国制的疫苗，在日本媒体和网络上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也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个从不避讳成为话题中心的人物。的确，他的人生就是一部不断修正甚至推翻自己的历史。总结来看，宇哲一的整个旅程就是从一个追求极致欲望和感官刺激的秒速男，转变为一个极度理性、专注于风险控管和资产保全的全球投资家。如果我们要从他身上提炼出一种贯彻始终的核心能力，那可能不是经营或投资本身，而是那种近乎狂热的一点突破的专注力。无论是用在读书、考大学、创业、研究投资，还是减肥上，他都能将所有精力灌注在单一目标上，直到达到目的为止。他的价值观从先享乐彻底转变为先赚钱，并且把危机意识视为成功的基石。这也让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对你而言，在你目前的人生阶段，你认为攻击，也就是勇于承担风险、创造机会，和防御，也就是建立安全网、规避风险，哪一个是你更重要的策略？而你又为了防范那些你心中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态，为自己准备了哪些替代方案呢？